好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新娘子，那我就送你到这儿了。我祝你往后余生，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。多谢了。慢慢走，跟着我吧。青丝绕一缕，结发共长生。这拜堂啊，理应有父母家人在堂，亲朋好友相送，但你们二位都是孤家寡人，既无父母，也无亲朋，所以呢，只能向月老磕头了。吉时到，白首之约，良缘永结，匹配同称，佳偶天成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新梅，多谢了。我也谢谢你。这位新鞋庄的新梅新仙子，新鞋庄你知道吧？12大仙门之一，曾追随过有狐族大祭司，在平湖之战一举消灭战鬼全族。掌门人新雄乃是大成期修者，如今呢，宗门只有2位弟子，新仙子便是其中1位。怎么样，厉不厉害？是个高手啊，的确厉害。
这位是陆怀，陆大人，是我们魏县的前任县尊，行伍出身，浴血多年，战场上厮杀出来的军功，实打实的因公出世。现在，现在你知道的。反正呢，这桩好事是你们二位的，要不你们自己聊。好啊。好，多谢捕头大哥。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你们慢慢聊，我先出去，有事叫我。新梅。怎么写？新梅是这个梅，我还以为是画眉的眉。都差不多。你看起来很年轻，相貌也不错，又是个修行者，为什么愿意嫁给我这样一个人啊？嫁给我这样一个即将被处死的囚犯？我命不好。命不好？我刚一出生，算命先生就说我是寡秀孤臣的克夫命格。小时候家里给我定了一门娃娃亲，结果不到1年，那家的孩子就夭折了。后来我入了仙门，师父有意撮合我和紫盖山的师兄，结果定亲不到半年，那位师兄就走火入魔，身死道消了。所以有高人说，我一定要成3次亲，才能化解我身上的煞气。所以，你有心上人了啊？你想借我的死，去除掉你命中的煞气，好让你和你的心上人双宿双飞，对吗？我的确很适合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要成亲？我的亲人都不在了，我也快死了，还没娶过媳妇。我怕我死了之后，没有人记得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连个香火纸钱都收不到。怎么样？什么？我怎么样？合你的心意吗？其实你心里很清楚，这就是一个交易。你可以回去再好好的考虑一下，等你决定好了再来找我。只不过你要考虑的快一些，我的刑期马上就要到了，等不了你太久。新仙子，不是我诓你，整个大牢，论学识样貌，再没有比陆大人更适合你的了，也没有比他刑期更近的。不瞒你说，也就这个月的事儿。他究竟犯了何罪？为何要被处以极刑？这个嘛，要我说呀，就算你们成了亲，也没有几天的缘分，实在不必了解过多，免得徒增烦恼。这不按你的要求，死刑犯，罪大恶极，没几天活头了，这不都全了吗？啊！你这次回来，可有落脚的地方？去我婶娘家，她就住在这附近的甜水巷。唉，有亲人好呀。我未入仙门时，家中就属婶娘与我关系最亲。这次回来能多待些时日，正好在她老人家身边。快！例行公事。他姓辛，新鞋庄的掌门辛雄也姓辛。对啊，不过没有血缘关系。他天赋不错，先天道体，乃是万中无一的修炼天才。当年辛雄下山游历，路过魏县，碰巧遇见他，便把他收入门中了。先天道体，他多少岁啊？具体多少不知道，不过他父母和亲人都老死了，只剩下一个90多岁的婶娘，想来不年轻了。他到这个年纪了，又是先天道体，为什么只是练气期的修者啊？我也觉得奇怪。哦，对了，他的生辰也是9月初9。9月初9。当年风道人窥晓天机，发下2道预言，
一是说这世间将迎来灭顶之灾，二是说9月初9那日出生的人，便是济世之人。自那日起，各大宗门便收生辰为9月初9的弟子，并称其为天骄。星梅就是新鞋庄的天骄。他看起来可不像是天骄的样子。嗨，同一天出生的人多了，难道都是济世者吗？反正啊，他想找一个倒霉蛋成亲，你则想找一个修仙者做娘子，这不是天作之合吗？踏踏实实等着吧，行刑之前，你俩一定得把这事给办了。沈在也算是长寿之人了，夜里睡着就过去了，也好，没遭罪。小鹏，你变化这么大呀！老了，能没变化吗？你还是厉害，只比当年走的时候长了几岁，还是做仙人好。也没想象的那么好。你呢？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凑合吧。你怎么样？平日里都忙些什么？主要就是修行打坐，偶尔协助师傅做点简单的小事，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啊，降妖除魔，普度众生，没那么夸张。过几天叫上咱们街坊的老朋友，一起聚一聚，大家伙儿都挺想你的。好啊，我也好久没见他们了。是吧？没说，我这婶娘去世以后，我在这世上唯一的血亲也走了。你别傻了，你婶娘压根儿就跟你没有血亲关系，你叔叔早死了，在这世上啊，你早就没有血亲了。我考虑好了，你很合适。我出生在魏县，少时得恩师指引入了仙门修行，至今已有60载。我修为普通，亲人也已离世。若我们成亲，我会给你烧纸钱的，不仅清明烧，逢年过节烧，你的诞辰忌日我也会烧，反正不会让你在下面过得拮据。还有，我若成亲生子有了后代，也会让他们一同供奉祭拜于你。我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那成亲时候的物件准备怎么办？你答应了。答应了。物件的话，婚服、头饰、花烛这些都由我来置办。官府那边我会去登录，如果一切准备齐全的话，就可以办婚事了。好。你虽然出不去，但我问过楚捕头了，成亲的仪式就在这儿办就行。你还有什么家人吗？我可以一并请来。我没有家人。朋友呢？也没有啊。我也没有，那就咱们俩。我们2个人足够了。你上次不是说再来看我的时候会给我带点心吗？点心呢？新仙子，这是你的糕点吗？我看你带进来的。我不要了，送给你吧。我忘了。你一个修行者，记性这么差？你等我一下。这个给你。这些日子劳烦你了，我人在狱中，帮不上什么忙。这些钱应该足够用来购买成亲时候的物件了。你可以多花些银子，让商家提前准备。虽然我的刑期已定，但如果有什么变数，提前了几日，也不至于让我们手忙脚乱。这是什么？礼物。给我的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在庙里开过光，保平安的。你呢？有什么要送给我的吗？没有啊。那个是什么？这个不行，这是要送给别人的。
好吧。新梅，谢谢你，愿意嫁给我。老板，按单子准备就行。新梅啊，新梅啊，见到你婶娘了吧？事情办完了吧？你多次违背仙门规则，修为低落3次了，千万不要再多管闲事了，快点回来吧！这孽徒只听你的话，你不回来，这新鞋庄为师真的一天都待不下去了。新梅啊，新梅，见到你婶娘了吗？事情办完了吗？你给师傅带句话，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，尚需一段时间才能回去。另外，阿生他最是乖巧听话，你若不惹他，他不会找你麻烦的。你们2人在家好好相处，等我回去，学一遍。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，尚需一段时间才能回去。另外，阿生最是乖巧听话，你若不惹他，他不会找你麻烦的。你们2人在家好好相处，等我回去。走吧。哎，六哥，你这纹什么呢？这么起劲？这是上次来的那个仙子落下的手帕。你可真变态！你懂什么？这仙子的味道让人闻了心里特别的美。什么不懂？六哥，你起来啊！六哥，老陆，那六子怎么得罪你了？你差点把人家给弄死。你就不能等到晚上再动手？这光天化日的，说是闹鬼都糊弄不过去。还有啊，那青莲宝色玉环，你就这么送给人家了？那可是上等的护身法器，你不心疼啊？他与我绝亲，终究是吃亏，就算是弥补了。你大方。沈娘，一路走好。这人呐，一老了就不中用了，还是修仙好，命长，身子骨也硬了。那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，你会选择离家修仙吗？那当然了，谁不想做神仙啊？也不见得，个人有个人的缘法，但是得学会知足。世人求生活圆满，仙人求道行圆满。可到底什么才算真正的圆满呢？我虽遁入仙门，但是因为心性不坚，修为迟迟不能突破。家人养我一场，我未能在膝下尽孝，连这最后一面也未能侍奉在身侧。所以他们该怪我的，也理应怪我。这世上最牵绊人的，就是血缘亲情。你们是一家人，他们怎么舍得怪罪于你呀？看见那块地了吗？那是你祖父给你留的墓地。他老人家在临走之前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，怕你修炼回来之后，寻不到亲人，特意给你留了这块墓地，也好让你落叶归根。大姑娘回来了，刚才好几家店铺来给您送东西，说是您在他们那儿订的，我瞧着挺贵重的，就给您放礼物了。劳烦了。
老陆，新仙子送来的婚服，瞧着可喜庆了。先放这儿了，可惜了，你看不清颜色。新娘子，轿子都已经到了，在外面候着呢，可以上轿了。这就来了。好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新娘子，那我就送你到这儿了。我祝你往后余生，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。多谢了。慢慢走，跟着我吧。青丝绕一缕，结发共长生。这拜堂啊，理应有父母家人在堂，亲朋好友相送，但你们二位都是孤家寡人，既无父母，也无亲朋，所以呢，只能向月老磕头了。
吉时到，白首之约，良缘永结，匹配同称，佳偶天成。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新梅，多谢了。我也谢谢你。我要走了。要回师门了？是要离开魏县了。我此次下山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办，如今私事已经办完，我也该早日动身了。那你路上小心。你还有多久？快了吧，也就这几日了。你不害怕吗？怕呀，凌迟之刑，千刀万剐，怎么不怕？但怕又有什么用呢？我这大喜的日子，总不能哭一场吧？那你后悔吗？什么？你做过的那些事，收受贿赂，哄抬良价，违背上命，残害百姓，这些事，你后悔吗？打听我了。人总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，也许这就是我的报应吧。陆大人，你还有什么心愿未了吗？夫妻一场，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？我宅在廊下养着一盆花，你如果方便的话，就把它带走吧，给它喝点水，别让它枯死了。好，我会好好养它的。
你们是谁啊？别过来！小胖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老伴儿听说你要离开魏县，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些糕点，留着路上吃。哦，替我谢谢你，夫人，好吃。你这是干嘛去了？啊，我去了陆宅。陆宅？陆怀的宅子？你去那儿干嘛？你跟他真的认识啊？这事说来话长，我的事你也知道一些。你还记得吧？我自出生就被批了命格，说我有寡秀孤臣的克夫命。便要行刑了。你的案子虽然是大理寺亲审，已是板上钉钉了，可按照规矩，我还是要问一句：陆大人，你可有冤要审，有案要翻？没有。我想着，不如找个死囚成亲，化解身上的煞气。我也出些银子补偿一下对方的家人，但可惜，他没有家人。连亲戚朋友都没有。其实这位陆大人原来还算不错，虽然被懒了些，但是为官公正。来咱们魏县5、6年了，没听说他欺压哪个百姓。这次不知道怎么就迷了心了，犯下这滔天大错。我去了他家，他那宅子很空，也很朴素。我想不明白，他没了家人，贪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那谁知道啊？所以我总觉得他不像那样的人。哎，你别多想了，你早已跨入仙门，不应该沾染这些世俗之事。你跟他只是几天的缘分，没必要了解太多，免得徒增烦恼。这件案子本没必要判得那么重，是他自己非要把梁大人牵扯进来，才落得这般下场。只要他肯上书奏表，言明错处，就算是判个斩首，那也比凌迟处死强多了。大人宅心仁厚，是那陆怀太不通事理了。便是他侥幸逃过了这次，也逃不过下次。陆怀呢是个孤儿，父母早亡，家中也没有亲戚。他是边军出身，在边疆立过几次军功以后啊，被人举荐才来到魏县任职的。哎，这怎么写着他还有家人呢？哦，这是2日前新录上去的。他最近结了门亲事，那女子也是魏县的，姓辛。听说了吗？那陆怀要被斩了。这陆怀啊，就是自作自受，凭借着那点军功混了个官职，也不懂得感恩，反倒是与奸商勾结，哄抬良价，害死了多少百姓啊！财帛动人心，他能做出这种事情，指不定收了多大的好处呢。好在梁大人英明决断，判了他凌迟之刑，真是大快人心，大快人心呐！是啊，是啊。小二，结账。诸位都是饱读诗书的学子，遇事不去深究缘由，只知道人云亦云，费心费声，却还敢坐在这儿大言不惭地侃侃而谈，当真可笑。你说谁呢？自然是你们，几个不通法理、不明是非、不辨闲余的东西。哼，你是何人？我等在这里闲聊轻谈，与你何干？话说的不对，我听不惯。听不惯？莫非你也是那贪官的拥趸？主子要死了，你害怕不成？贪官，
且看你等这般胸无点墨、拈酸吃醋的酒囊饭袋，都能从那场水患中活下来，便可知他还是贪得不够。哼！你，哎，别管，客官，公爷结账。好，慢走啊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要找谁啊？可是陆夫人啊，陆怀大人的妻子。哦，是。差爷到访，可是有什么事？后日呢，便是行刑的日子。按规矩啊，亲人可以去狱中见最后一面，最迟明日酉时之前，可别错过了时辰。最后一面。不是说要走了吗？是要走了。师门交代的事还没办完，不能再拖了。啊，花我找到了，我去的时候还碰见了2个小乞丐，可能是看着宅子空着就住进去了。要不要我处理一下？不用了，反正宅子也是租的，时间到了，东家自会收回去。这是什么花呀？藏心兰。藏心兰，没听说过。哦，对了。我听说你是边西人士，就打听了一些你那边的习俗，说是人要穿着新衣入土才能顺遂上路，不动牲畜门道，来世才能够体面做人。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和样式，就按照我的喜好给你做了一套。多谢你了。要不要试试啊？不用了，最后不过是白骨一堆，裹上就好。开饭了。唉，这是上路饭，吃饱好上路。例行公事。为什么不吃啊？不想吃。陆大人，你的案子真的没有冤情吗？人心所向，何来冤屈啊？总觉得你不像是个坏人。大理寺钦定罪状，判我凌迟执行。言官联名上书，参我的折子加起来足有100余册，外面的百姓也都骂我是贪财奸佞之人。这些你都听到了，为什么还觉得我不像是个坏人？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。我们虽然接触不多，但我觉得你跟外面说的并不相同。如果你真是个贪财怕事之人，为什么不来求我帮忙？毕竟在世俗眼中，我也是个修行者。你不想活吗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才认识我几天啊？又了解我多少？不要那么容易相信别人。人心诡谲，远比修行之事要复杂难测得多。小心一点，终归是好的。时候不早了，你该走了。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，尚需一段时间才能回去。另外，阿胜最是乖巧听话，
你若不惹他，他不会找你麻烦的。你们二人在家好好相处，等我回去。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，尚需一段时间才能回去。另外，阿胜最是乖巧听话，你若不惹他，他不会找你麻烦的。我还以为是蛇蝎，原来是个红头蜈蚣。做什么？天干丁地之四，五行轮转，虚借阴火。有意思啊！你竟是个修者。竟然是幻术！死了。小爷出马还拿不下一条臭虫。哎呀，带不回脑袋，带个簪子回去也成。你说你是接榜而来，还身着官服，可是官府中人。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东州府赏精卫梅山君是也。新鞋装，新梅。你这小修者资质平平，功夫也一般，胆子倒不小，连这种荒村野店也敢进啊？我是为了避雨，没多想别的。原不是胆子大，是有些蠢笨啊。你，总之，多谢侠士相助。你要真想感谢我的话，就给我点钱吧。我为了追这蜈蚣精跑了300多里地，这靴子都破了。你没钱吗？下山时我师父给了些，但现在已经花的差不多了。老板娘为何吗？这些晚饭有了。哎，你去找些柴火生火，这屋子又冷又湿，冻死我了。这小兔妖没害过人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吓得一直都在抖。去吧。喂！你怎么把它放跑了？不管是人是妖，都分善恶好坏。这小兔子没做过坏事，你就不能害它。得，白忙活一场。喂，学者，你会补靴子吗？不会。什么都不会，还敢一个人出门啊？你也是修者吗？你没听过我的名号？江湖高手榜排行第2，人称袖剑梅山。我是人族，不是修者。那你很厉害啊，以凡人之身就能斩妖除邪。那当然了，我是要以武入圣的。等以后我的神剑出鞘，管他什么妖魔鬼怪、仙门修者，通通不是我的对手。
哎，你醒了？你快喝点水吧。多谢姑娘。小生适才醉酒，喝得昏天黑地，如今腹中胀气，难受得很。喂，书生，你有钱吗？钱？啊，有的。小生进京赶考，带了些盘缠上路。你看啊，这进京路上路途凶险，你应该找个护卫护送你上京城。那就不必了，我带的盘缠只够我自己花的。我要睡了，你们自便吧。多谢姑娘的水。公子不用客气。其实今日并非我与公子初见，那日在荷叶楼我们就有过一面之缘。竟有如此缘分？不瞒公子，其实我有一事想问。那日我听公子说话的意思，似乎陆大人的案子另有隐情，可是真的？姑娘与陆大人相识？姑娘可是魏县人？是啊，可我许久没有回家，也是近日才回来的。那姑娘觉得魏县有何变化？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变化。那就怪了，半年前那场大水，阴雨连绵2月不休，雍地9县颓垣残壁，家哭人嚎，死伤无数。曹门县、江平县、历山县，平路成江，洼者深至丈余，官民庐舍倾塌不计其数。便是到了今日，也是人烟鲜见，荒沙百草，一望秋虚，哪如我魏县这般繁华？那也许是魏县的水患不如其他几县严重。魏县地处洼处，又濒临曹江，位置比其余几个县还要坏，可为何却安然无事呢？为何？是陆大人。自陆大人上任以来，就一直注重修缮堤坝、平沙修堤，在洪灾来临之际，还带着青壮亲自上阵，昼夜不休，方才守住了魏县的生机。那这么说，他违背上谕，不肯平抑粮价，就都是假的？是真的。当初9县联合下令，禁止粮商哄抬粮价，凡斗粮贵于100文钱，皆不可买卖。可陆大人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将粮食的价格涨到180文一斗。百姓们吃不起粮，自然是要怨恨他。那他为何要这么做？可是真如百姓所说，他收了粮商的贿赂。初始我也这般认为，可纵观其余8县，限制粮价，商人卖不得高价，索性囤积居奇，不肯出粮，更别提运粮来雍地了。百姓只得饿死在家中。9县之中，唯独魏县允许卖高价粮，于是粮商们纷纷来到了魏县。物以稀为贵，粮食多了，价格反而下来了。唯有有心之人去细细探究，便可发现魏县的高价粮只卖了不到2个月。那这么说，他可是做了一件好事啊！是好事啊，可百姓只记得他起初哄抬粮价，导致自己挨饿，却不知道什么是大局纵横。至于朝廷嘛，大灾饿死这么多百姓，总得有个说法。但我总觉得陆大人的罪定得太过草率了一些。大理寺从前也不是没有给官员判过凌迟，可这样有违人道的酷刑，总得一层层向上报吧。从州县到京城，直到皇帝点头。可陆大人的罪不到半个月便定了下来，这也着实太快了些。若你说的都是对的，那陆大人为何不去喊冤呢9县沆瀣一气，说话做事都是一个模板，挑不出错来。这个时候，谁做的不一样，谁
谁就是那个出头歹鸟，替罪之人。唉，他又能去找谁？喊冤呢？若真是这样的话，那陆大人得受多大的委屈啊！陆大人，你的案子真的没有冤情吗？人心所向，何来冤屈啊？不要那么容易相信别人，人心诡谲，远比修行之事要复杂难测得多。小心一点，终归是好的。陆怀，该上路了。驾，驾！现宿命忠贞，扪心自问。怎能不说过一生，剑不染尘，一条情万千纷争。是魂唤不我渡人，是藤中归涅槃生。只为余生换回一世为人。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阴间道的疼痛来为我活着作证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13刻一刀，敢梦不败火。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敢风敢梦，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阴间道的疼痛来为我活着作证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敢风敢梦不败火，畅快一程。这真是个铁骨汉子，行刑这么久，硬是一声没吭，这得漏了多少刀？哎，你数了没有？这王千刀的手上功夫你还不知道吗？在他手上能落得好，起码呀
1000斗。1000斗啊！这么刚强的一个人，你真的会是个贪官吗？这就不清楚了。但这粮价高啊是真的，饿死人呢也是真的。这时候下雪啊！这时候下雪必会下雪。这时候不应该下雪，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此时下雪必有大冤呐！对，这么大，这雪还那么大，你看，这肯定是有天大之冤，这不会是有什么冤情啊？是啊。